很多经常飞行的朋友都深有体会，几乎所有大型航空公司都有一套极其严格的会员积分系统，也就是航空里程。比如大家熟悉的新加坡航空，按照这些跨国大公司的铁规矩，你的航空里程一旦过了有效期限，或者账户主人不幸离世，按理说这些辛辛苦苦攒下来的积分就会立刻在冷冰冰的电脑系统里被无情清零，瞬间变成毫无价值的虚拟数字。在现代商业社会里，规矩就是规矩，系统代码是不讲人情的。但是就在最近，向来以规章制度完善著称的新加坡航空，却为了一个刚刚痛失母亲的新加坡女儿，罕见地打破了这项绝对铁律。这不仅仅是一次折合下来大约只值113新元的破例退款，它更像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揭开了现代高度机械化的商业社会里最稀缺也最宝贵的一张底牌。到底是什么样让人心碎的特殊情况，能让一家国际顶级大航司心甘情愿地跨越死板的系统设定？今天我们就来深度扒一扒，这笔看似微不足道的退款背后，究竟藏着怎样让人瞬间破防的温暖真相？很多在新加坡辛勤打拼的年轻人，手机里都有一个新航的手机软件，平时大家精打细算的攒里程积分，不管是拼命刷信用卡，还是留意各种促销活动，心里其实都默默藏着一个最大的心愿，那就是有朝一日能让劳碌操心了一辈子的父母舒舒服服地体验一次新航最顶级的头等舱，也就是那种像5星级酒店一样的豪华套房机票。内容创作者叶女士当初正是抱着这样一份美好的尽孝之心，去年9月，她用自己一点一滴积攒的里程，为73岁的老母亲提前预定了2026年6月飞往上海的新航豪华套房机票。这本是一份充满期待的礼物，承载着母女俩对未来旅行的美好憧憬。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命运却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这趟美好的旅程永远地停在了今年的2月。当时母亲在越南旅行时，因突发心脏病不幸离世，在异国他乡强忍悲痛处理完后事，带着无尽伤心回到新加坡之后，叶女士还要强打精神去面对极其繁琐的机票退票手续。按普通人的常理来想，人走茶凉，商业大公司按合同条款办事无可厚非，毕竟冷冰冰的电脑系统看不懂眼泪。但是新航客服人员接下来的反应却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客服们不仅迅速无条件的全额退还了越南回程及上海往返的所有机票，更让人感到意外和温暖的是，当客服发现在母亲账户里当初用来兑换机票的部分里程已经过了有效期时，新航竟然做出了一个极为罕见的决定。他们破例为叶女士通过人工操作，把这些已经失效作废的里程积分全部恢复了。要知道，这绝对不是系统会自动弹出来的常规选项，而是需要人工介入的特殊操作。那么新航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去帮一个普通乘客挽回这些早就过期的积分呢？我们不妨跳出感性的视角，来算一笔非常实在的商业账。这笔被新航人工恢复的里程积分，真要折算成现金，大概也就只有113新元左右。钱听起来确实不多，但这笔小钱背后牵扯的商业运转机制却极其复杂。在所有航空公司的内部财务账本上，你账户里躺着的每一个里程积分，对公司来说都是一笔真实的欠款。按照新航官方条款规定，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会员一旦离世，积分自动作废，里程一旦过了有效期，绝不退还。如果仅从公司财务合规的角度来看，按照死规矩直接把这些积分清零，公司就能顺理成章地抹掉一笔欠款，让账面利润数据变得更好看。这种既省钱又省事的操作，何乐而不为呢？这也正是为什么很多主打低价的廉价航空公司在遇到退票改签问题时寸步不让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的票务系统就是这么死死设定的。最前线的工作人员根本没有任何权限去修改系统，哪怕你遭遇了天大的家庭变故，系统判定不符合规定，那就是过不去。但是新航的内部管理机制里却特意保留了一个极其珍贵，甚至可以说是反效率的后门通道。这个通道叫做酌情处理，也就是出于人道主义和同情心的特殊照顾。当客服人员收到叶女士提交的死亡证明等特殊情况说明文件时，他们并没有像没有感情的复读机一样冷冰冰地向客户重复死板条款，而是主动向公司高层领导申请了特殊批准。大家要知道，在有着几万名员工的跨国大企业里，想要打破标准化的操作流程是一件极其麻烦的事情。这种把人情味放在公司硬性政策之上的授权，
意味着公司必须承担更多的内部沟通时间、更繁琐的财务审查流程以及潜在的管理风险。但是，新航依然选择把这种灵活处理的权利交还给一线员工，让他们能够稳稳地接住一个普通人在最无助、最脆弱时的情绪崩溃。这区113新元买到的却是庞大且冰冷的商业机器里最难得的一丝人情味儿。不过话又说回来，新航心甘情愿地去承担这种麻烦的管理成本，真的仅仅只是因为一时心软吗？这就引出了我们要接着深度剖析的下一个核心逻辑。如果你以为新航这么大费周章，仅仅只是为了做一场好看的公关宣传秀，那你就真的把这家顶级航空公司的格局看小了。我们经常听到大家夸奖说，新加坡拥有全球体验最好的樟宜机场，而新加坡航空也常年霸占着全球最佳航空公司的榜首。这两块闪亮的金字招牌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新加坡在国际上最强大、最耀眼的一张国家名片。但是，你有没有仔细想过这样一个极其现实的问题？中东那些财大气粗的土豪航空公司手里有的是钱，他们的飞机可以买市面上最新最昂贵的款式，他们的机场可以修建得像皇宫一样极尽奢华，但为什么他们却始终很难彻底抢走新航和樟宜机场的那些死忠粉乘客呢？这个问题的终极答案其实就藏在这113新元的破例退款里。大家要知道，硬件设施是可以被轻易用钱砸出来，被竞争对手像素级复制过去的。新耀樟宜那个巨大的室内瀑布就算再壮观，其他有钱的国家也能花重金去造一个更大、更高、更炫酷的。但是，那种已经深深扎根融入到企业骨髓里的服务软实力，以及那种赋予一线员工在乘客遇到危机时刻能够勇敢展现出同理心和人情味的企业文化，是花多少个亿也砸不出来的护城河。在叶女士分享这段经历的帖子下面，涌现出了大量网友非常真实的留言。有人分享了自己因为突发严重疾病，新航二话不说直接全额退款的暖心经历，还有人说自己家里不幸遭遇了火灾，护照和行李全都被烧毁了，也同样得到了新航最大程度的通融与热心协助。这种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信任感和好感，也就是商业上常说的情感溢价，让消费者在面对其他竞争对手抛出更便宜的机票诱惑时，依然会毫不犹豫地把新航作为出行的首选。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清楚，当你穿过全球最佳机场的登机口，踏上那架飞机的时候，你花钱买的绝对不仅仅是从一个城市飞到另一个城市那几个小时的简单交通运输，它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安全感。这份安全感意味着，在你的人生遭遇突发变故、陷入低谷的时候，你依然能被当作一个活生生有感情的人来温柔对待，而不是被当成一个冷冰冰的订单号码。这种在关键时刻绝不落井下石，愿意拉你一把的底线，才是新航能够稳坐全球最佳宝座真正的底气所在。在我们如今这个高度商业化、凡事都在讲求业绩指标和标准操作流程的现代社会里，那些冰冷的合同条款虽然构成了维持社会高效运转的坚硬骨架，但真正能让这个社会充满生机、温暖的持续运转下去的，其实永远是人与人之间那点温热的血肉之情。叶女士在帖子里写下的那句在我最无助的时候，你们愿意为我破例，这句话真的值得所有从事服务行业的企业去深深的反思与学习。与此同时，这个充满温度的真实故事，也像一面清澈的镜子，时刻提醒着正在屏幕前观看这条视频的我们，千万不要总想着等攒够了里程积分，等以后有了长长的完整假期，等自己赚了更多的钱，再去兑现带父母出去旅游的承诺。父母一天天老去的速度，往往比我们每天辛苦攒里程攒钱的速度要快得多。心里想带他们去看看的风景，现在就立刻着手准备出发吧，千万别让原本美好的期待最后变成了这辈子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你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哪一家公司，或者是哪一位客服人员做出过让你瞬间感动到破防的暖心举动呢？非常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些照亮生活暗淡时刻的微光。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深入浅出的深度拆解视频，请一定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狮城社区百事通，并且顺手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通知。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会持续不断地为你带来更多既有温度又有深度的本地生活洞察与商业逻辑分析。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